如何选择加拿大的大学？这里是加拿大移民留学避坑指南，我是 Kelly。查看右上角，搜索微信号免费咨询。加拿大拥有超过80万名国际学生，是世界上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受欢迎程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国优秀的教育机构，以及毕业后有前途的就业和移民机会。虽然丰富的教育选择最终使国际学生受益，但它也可能使在加拿大选择学院或大学的任务变得艰巨。CIC News 准备了以下指南来帮助新老国际学生在加拿大选择理想的学校。第一部分，满足先决条件。在加拿大选择理想的学校和课程之前，你需要确保你选择的机构是指定学习机构。LE 是加拿大唯一允许接受国际学生并为其提供住宿的教育机构。国际学生希望毕业后在加拿大工作，还应向 LE 确保他们选择的课程符合毕业后工作许可证 PGP 的要求。毕业工签通常在学习期间最长3年内颁发，是一种开放式工作许可证，允许国际毕业生在大多数行业和大多数雇主工作。PGP 对于希望毕业后在加拿大永久定居的学生也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向国际学生开放的永久居留 PR 途径都需要至少1年的全职合格工作经验。第二部分，一般学校和课程注意事项。即使在考虑特定的院系或项目之前，学生也应该花时间评估潜在学院和大学的更一般特征，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高等教育经历可能需要什么。因此，学生可以根据学校的整体优点和可能性来选择学校。这一点对于多达75%到80%的本科生在学习期间的某个时候改变学位或课程来说非常重要。其中一些考虑因素包括校园、学生生活，这包括以下因素：学校校园是什么样的？相对于其他便利设施，人口中心，它位于哪里？可以加入哪些学校俱乐部和社团？校园内或校园附近有哪些美食可供选择 ？etc. 学生服务，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是学生可以利用的服务，这可以包括从医疗援助到校友网络、更优惠的商品和服务定价和优惠、公交车通行证等一切。学生服务可以为一个人的课程和学生生活带来巨大的额外好处，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潜在的额外服务。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这一比率可以影响从教学质量、访问到办公时间、医疗和健康资源以及更广泛的学生服务的方方面面。一般情况下，该比例越相等越好。合作学习 Co-op 的可能性，课程过程中的合作机会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些项目使学生能够在企业获得安置，并获得宝贵的工作和职业经验。通常，这些工作机会也是有偿的，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在毕业前进行有价值的职业发展和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对于许多国际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毕业后的就业前景。了解这一点的最佳资源之一是来自您正在考虑的大学或特定教师，因为许多教育机构在线发布这些统计数据。此外，学生还可以使用 jobbank.ca 和加拿大统计局等行业职位空缺报告网站，更好地了解与其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第三部分，具体说明。许多国际学校排名组织都会按学校整体和项目发布高等教育机构的排名，这些可以是帮助缩小搜索范围的优秀资源，特别是能够根据国家、地区、教师、研究领域等各种考虑因素来过滤排名。希望对学校进行一般研究的国际学生和想要更多的了解学校特定教师的国际学生都可以从这些排名中提供的信息中受益。其中引用最广泛的3个是夸夸雷利西蒙兹、QS 大学排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大学排名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而我每个人都使用独特的方法来获得结果。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采用分为5个部分的13个指标来评估大学，不提供本科学习或研究生产力表现不佳的机构被排除在这些排名的考虑范围之外。评估过程包括以下5类：教育程度占总分30%，由生育调查15%，师生比例4.5%，博士与本科比例2.25%，博士学位比例确定授予学术人员6%和机构总体收入2.25%。研究占总分的30%，包括生育调查数据18%，研究收入6%，以及每位教员的研究论文数量6%。研究引用次数30%，
这是根据大学研究被引用的次数来判断的。同时考虑到特定的学术领域，国际视角占分数的 7.5%， 这是基于国际与国内学生的数量 2.5%， 国际与国内员工的数量 2.5%， 以及国际研究合作的程度 2.5%， 和工业收入占总分的 2.5%， 这是来自工业收入，相对于雇佣的学术人员数量计算，并根据购买力评价 PPP 进行调整。 QS 大学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根据与研究、教学、学生就业能力和国际视野相关的6个关键绩效指标对大学进行评估。为了获得这些排名的资格，大学必须提供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并从事5个广泛的院系中至少2个的研究、艺术与人文、工程与技术、社会科学与管理、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总分细分如下：学术声誉 40%， 这是通过对学术专业人士的全球调查获得的，他们的任务是指出各自领域的顶尖机构。雇主声誉 10%， 该数据来自对毕业生雇主的全球调查，雇主指定了为其行业培养最佳毕业生的大学。师生比 20%， 这表明了机构提供的教学和支持的质量。教员人均研究引用率 20%， 按学科归一化，反映大学研究的有效性。国际教师比例 5%， 这表明大学有能力从国外招聘教师。和国际学生比例 5%， 这表明大学招收海外学生的能力。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海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衡量了6项卓越研究指标，该排名考虑了所有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尔兹奖获得者、被广泛引用的学者、自然或科学论文或被科学引文索引扩展、SCI 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索引的大量论文的大学校友占总分的 10%。 根据机构获得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校友人数进行评价，重点关注最近获得者。奖项 20%， 评估是根据获得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领域诺贝尔奖以及数学领域菲尔兹奖的机构相关人员的数量来确定的，重点分配给获得最多诺贝尔奖的机构。最近的收件人，高倍引研究人员 20%， 评估根据机构高倍引研究人员的数量确定，与汤森路透公布的最新名单一致。自然和科学上的论文 20%， 评估取决于4年窗口内这2个有影响力的出版物自然和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本类别不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机构。收录论文数 20%， 根据上一年度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总数确定，其中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给予2倍权重。和人均绩效 10%， 其他指标的加权总分除以机构内全职同等学术人员总数。地点考虑，最后考虑的是您选择的大学或学院的位置。地点可能是移民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可以让国际学生有资格参加当地的省提名计划。N 旨在加拿大各地传播移民的好处。许多省份为其省内院校的国际毕业生在完成1年合格的全职工作经验后，设有特定的类别。许多省份还为具有这些职业经验的候选人提供了一份紧缺职业清单，这可以进一步帮助国际学生在学习后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能力。